美国确定 B-21首飞日期，呼唤中国的轰20先飞，真的那么重要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近日，美国空军和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宣布，万众瞩目的 B-21隐身轰炸机将在今年的12月2日正式公开亮相。美国还将为此举行一次庆典活动。美国媒体称，参加庆典的观众只能在特定的角度观看，从而防止观看者发现任何机体设计的秘密信息。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将 B-21轰炸机称为世界上第一架第6代飞机，但公布的数据似乎又是廉价版的 B-2。B-21的载弹量只有 B-2的一半左右，其最大航程被定为8000公里，比 B-2要小3000公里。这个航程跟中国的轰 6K、轰 6N 差不太多。美国空军打算采购100架左右的 B-21轰炸机，已成为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的一个主力。美国空军曾经将 B-21隐身战略轰炸机的首飞时间推迟到2022年，然而到了今年，又再一次将其首飞时间推迟到了2023年。可见这款战机的研发难度还是相当大的。B-21研制的目的就是要在高烈度对抗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场上突破同等大国的防线，说白了就是为了对付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研制下一代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其定位可能与更大一号的 B-2隐身战略轰炸机相似。中国下一代的战略轰炸机的首飞虽然会按照科研进度来确定，但是美国似乎更看重 B-21能够比中国的新型战略轰炸机更早首飞。现在的问题是，寄托了美国空军的很多期盼的 B-21战略轰炸机对中国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呢？相比于它的前辈 B-21战略轰炸机只能称为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因为它的作战半径相对来讲要小得多。要想对中国构成威胁，它就必须前沿部署。但是环顾中国的周边，能有几个基地用于部署 B-21呢？无非就是关岛，而关岛早就在我们的导弹覆盖范围之内。要么再前深一点，部署在日本，但是日本列岛距离中国太近，它的危险，其机场挨炸的危险程度更高。如果将 B-21部署在澳大利亚，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又不够，必须为它进行空中加油。那么在空中加油的过程中，无论是空中加油机还是 B-21都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状态。如果在实施空中加油的过程中遭到中国空军的战机的拦截，那么它的生存概率就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 B-21是一款隐身的战略轰炸机，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但是不要忘了，能够部署 B-21的这些军用机场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监控的手段呢，包括侦察卫星、远程的侦察无人机。因此 B-21战略轰炸机要想对中国构成较大的威胁，恐怕这如何部署才是更关键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可能研制出比 B-21更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呢？我个人看法，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从目前透露的相关信息来看，中国的新型隐身战略轰炸机，它的个头要比 B-21大，起码相当于美国的 B-2，那么说明它的航程要超过 B-21，而它的载弹能力也远远大于 B-21，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内通过隐身的方式突防，或者是发射飞行距离更远的巡航导弹。而中国的轰20今后配装的巡航导弹多半也跟美国一样，变成隐身化的巡航导弹。这对巡航导弹本身的突防能力呢，又是一个大的提升。显然，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机队的建设有他们自己的考虑，那么中国的远程战略攻击能力也有自己的考虑。第三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的 B-21隐身战略轰炸机的首飞时间可能早于中国新型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呢？美国对此很看重，实际上早一天晚一天，早一年晚一年都不是大的差距。美国的 B-21在性能上超过中国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可能性可以说非常小。过去中国的战略轰炸机要比美国落后很多年，因为轰6是属于第一代的战略轰炸机，和美国的 B-52同代。相比于美国的 B-2战略轰炸机，那可是技术水平差得很多了。但是，一旦中国的下一代的战略轰炸机研发成功，那么这所有的差距都会被抹平。这场竞争，我个人看法有点类似于中国的055万吨大驱与美国正在开发的先进驱逐舰类似，它到底向哪个方向走，恐怕都会存在的问题。一旦走歪了，这个差距就拉大了。美国虽然想赢，但是也有可能被中国反超。谁也无法保证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列装速度和数量不会在未来几年内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